随着冬天即将到来，大家是不是也开始着手规划日本的滑雪行程了呢？这一集将为大家开箱，在2025年雪季我们去的3个滑雪场，前2个是在福岛县的猪苗代滑雪场，以及新野磐梯山滑雪场，另一个则是在越后汤泽的神乐滑雪场。另外还会开箱这次的住宿，新野集团磐梯山温泉酒店，还有另一间我觉得非常划算的包栋雪地小木屋。相关的费用我都会分享给各位，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第一个滑雪场叫做猪苗代滑雪场。这间滑雪场位于福岛县的磐梯山下，可以眺望日本第4大湖猪苗代湖的湖景。这间滑雪场最大的特色是，它是一个平日缆车券不用钱的滑雪场。这张缆车一日券通常要5000日元以上，所以来这间滑雪场的话，可以为您省下非常多费用哦。猪苗代滑雪场非常大，总共有3大区域，右侧是米内罗区，这里的雪道绿线偏陡也偏窄。我去滑过，真的觉得对初学者而言有点偏难，摔了好几次，还一度以为下不了山。那左边上部是 Sky 区，这里的海拔较高，因此雪质较好，坡度也适中，我觉得初中级以上的学友都可以来。左下半区的 Base 区，这里的雪道又平又宽，尤其是15号到18号的雪道，平均坡度都只有10到11度，最宽的地方又宽达200公尺，非常适合初学者来这边练习。身为初学者的我们，就在这里练习了1天，来看看我们练习的成果吧。I'm sorry, but it's evident. You're on your phone 24/7. No reply when I text at 11:10. And I swear you only tell me what I wanna hear. The real thoughts buried deep beneath the love and fears. I'm in a muddle, lost inside a puzzle here. Honestly, right now I don't really see no love in here. But I saw something in you, something in us. But I can't see a future without the trust. So I'm reminiscing visions I had at Parkers. Can't listen but finish what I started. Paint a picture like an artist. You're looking like the victim, but really I am the target. And I ain't asking for anyone's energy. I swear medically I'm needing a remedy or therapy to stop myself feeling so heavily. Mentally I haven't been acting how I'm meant to be. 这间雪场还有很多其他特色，包括从各大 JR 车站出发的免费接驳巴士。这种较长程的巴士在日本一趟通常要3000日元左右，但这个雪场却可以免费接驳，实在有够佛心。另外还有帮你免费录制滑雪影片的服务，只要在他们设置的专用滑道上读取你的会员 QR code 后，就会有多台摄影机帮你记录你的滑雪影片，不论是竞速的滑道、Park 跳台，都可以为你录制影片，而且可以下载到手机。另外，儿童游乐区也是免费的，记得要去柜台索取儿童游乐区的免费门票。租借雪橇、雪上泳圈还有雪上单车的话，则是要额外收费的。滑雪场中还有透明的圆顶包厢可以租借，在这里可以休息、看雪景与湖景，在这里好好的拍完美照。此外，在每周6与日本国定假日的前日，晚上都会释放烟火，来观赏《冰与火之歌》一定相当的特别。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推荐的是，这里的英文教练费用蛮便宜的。团体课程的话，1节课90分钟是6000日元，其他雪场的英文教练费用可能会是这里的2倍以上。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我有把网址放在资讯栏，大家再自己去参考一下。第2间雪场，我们来到的是新野猫魔磐梯山滑雪场。这间雪场的最大特色就是，据说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滑雪场，是由新野集团将南侧的阿鲁茨磐梯山滑雪场与北侧的猫魔滑雪场整并而成的一个超大型滑雪度假村。来这里滑雪的人可以直接入住新野度假村里，享受 Ski In、Ski Out 的方便。这个通道是从饭店可以通往滑雪场的一个连通道，去滑雪场这边看看。里面是雪场餐厅，现在还没有开放。出去就是雪场咯。哇，这个就是磐梯山。这个雪场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滑了一整天，大多只在南侧的绿线这一小区内滑。这里有一个免费的魔毯缓坡练习区，很适合入门的人来练习。
我们先用魔毯练习完后，就可以来搭这一条 First Chair 吊椅缆车。搭上去有2条绿线可以滑，第一条叫做 Z9-2 的滑道，是一条约700公尺长的绿道。虽然说大多是平缓宽敞的雪道，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末端约100公尺的部分，坡度竟然有19度，几乎有红线的等级。所以如果你不想遇到那个陡坡的话，可以在中途改接这个环山道，叫 Panorama Line。这条滑道平均坡度只有5度，最大斜度也只有10度，而且最长可达2.5公里。对双板而言，可以几乎不用刹车，一路悠闲的滑下去。对于初学者来说，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有直升机耶！好像有人受伤哎。这个是4人缆车，可以直接搭上最山顶。我在滑完山脚下的这2条雪道之后，搭了这条 Alutsu Express 高速缆车，打算从山顶一路沿着这条绿线滑下来。一到山上，风景果然截然不同。可以看到左侧有非常漂亮的盘梯山，山上的雪质也比山下好，粉粉的。但这里的绿线比山下陡一些，我在这里跌倒了好几次。而且这里的雪道感觉是滑在山脊上，都不敢滑太靠边，怕一不小心刹不住就往旁边掉下去。不过还好，最后我还是顺利的平安滑下山了。我下来了。这次原本还想要搭这个，是2024年才刚盖好的南北雪场联络缆车。原本从南雪场开车到北雪场需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抵达，现在搭这条联络缆车的话，只要7分钟就能抵达。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一定要搭这条缆车来北侧的猫魔滑雪场，体验这边最著名的粉雪。接下来我们来开箱住宿的部分。新野度假村的房间，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大，就是一般高级饭店的大小。浴室的部分也是普普通通，不过还好饭店里有提供温泉大浴场可以使用，所以房间的浴室其实也没什么用到。我们的房型不是面对雪场，看出去的风景没有特别漂亮，但是在边间的话还是可以看到一部分的盘梯山。房价的话，双人房一晚是4万日元，含晚餐跟早餐。餐点的部分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吃，提供了非常多汇金地区的特色料理，尤其是早餐的部分是提供一种叫做香轮饭的乡土料理，它是由一种木质容器来装饭和食材，然后在一起蒸熟的料理。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食材，然后制作出自己独特的香轮饭。由于这间是 Ski In Ski Out 的饭店，所以饭店内也提供了很多跟滑雪有关的设施，像是滑雪交谊厅以及雪板打蜡室。还有造型很漂亮的雪板织物干燥室，以及提供小朋友可以玩雪使用的道具。整体下来的体验真的是让人很舒适，推荐给大家。接下
下来要介绍另一间我觉得非常划算的小木屋给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发现的非常划算的独栋木屋住处。这边一间包栋4个人，只要2万日元哦。然后附近又有超市，大家可以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回来自己煮。然后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它就在森林里面，然后有很多这种独栋的木屋，是不是很像在欧洲度假的感觉呢？然后前面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小木屋，总共可以住4个人。看一下这边还有我的名字，非常的用心。然后它这边户外的空间还有摆设这个桌椅，它这边是可以烤肉的。看这边有这个烤炉，还有发一个这个烤网给我们，但是因为现在天气太冷，我们就没有在用。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进来这边看到一个楼梯，这边上去会是睡觉的地方，然后右边这个就是客厅共用的区域，蛮宽敞的4人座。右边有一个电视机和暖炉，该有的都有，电锅啊、烤箱、微波炉，然后这边很多碗盆可以用。厨房的部分，冰箱一定要有，然后也有瓦斯炉、各种锅碗瓢盆、餐具都有。那这边是没有提供调味料的，所以要自己带。冰箱旁边是厕所的部分，也是相当的简洁干净。最后这边是浴室的部分，有附洗衣机，然后洗脸盆，这边是有浴缸，而且这个浴缸是有按摩浴缸的功能哦，非常厉害。接下来我们来楼上看一下，楼上总共有2间房间，第一间是2个单人床的，屋主提供了非常多的被子供我们使用。然后这边有一个阁楼可以使用，上面蛮宽敞的。那另一间是和室房，里面也是摆了2张床。而且这边的订房在 Booking.com 上就可以订到了，非常方便。那它的房型最低是从4个人开始住的，那也有8人的、12人的，各种不同大小的小木屋。订房的方式，你只要在 Booking.com 里地点搜寻猪鸟带兵，然后关键字找 Cottage or Resort Service， 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小木屋。最后大家还是要自己把垃圾拿来这边丢，然后有这个瓶罐的可燃物，还有纸类。我们就在这漂亮的盘梯山脚下度过了2025年冬天的雪季，但这一年滑雪的行程并还没有结束。在4月的春天，要从东京出发前往东北赏樱之前，脚痒的我们又挑了一间可以春滑的雪场。这间雪场是位于新泻县的神乐滑雪场，是一间一直到5月中下旬都还能够滑的雪场。我们是4月19来的，可以看到一路上还是有相当多的积雪。前往这里的交通非常方便，从东京出发的话，搭乘新干线只要1小时10分钟就能抵达越后汤泽车站。抵达后推荐找这一家叫做 Blue Sport 的雪具店来租雪具，它除了装备品质不错之外，还有卖打折的缆车1日券，并且有提供免费接驳到雪场的服务。这次要去的神乐滑雪场主要分成3大区域，包含田代区、神乐区以及山鱼区。山鱼区是可以由雪具店免费接驳抵达的区域，路程大概15分钟。抵达后，我们要搭这个山鱼箱型缆车到雪场去。我们这一次主要要滑的是山鱼区，这里大多是绿线，而且有标黄底的是慢速区的意思，非常适合新手。在山上一点的这一区叫做神乐区，
这里大多是中高级雪道，大家看看这个大斜坡是不是有点吓人？而且还有很多蘑菇提供给高手们挑战。神乐区的雪道虽然以我们的能力无法滑，但是还是可以搭箱型缆车上来吃这里一家叫做和田小屋的餐厅。来这里吃饭休息以及看看山上的雪景也是很不错。我点了听说是这里的招牌黑毛和牛与澳洲牛排冻饭，里面有2种不同料理方式的牛肉，还有生菜与1颗温泉蛋。好吃是好吃，但是这碗要价4000日元，我觉得有点高贵，应该不会再点第2次。吃完饭后，我们来滑这一条伊万的雪道下去。伊万雪道的开头，这里的风景挺不错的，可以看到远方的山峦，还有另一头的滑雪场。雪道长度非常长，达3点多公里，可以滑到有箭头指的这个E2雪道。虽然地图上写说伊万雪道最陡的部分有26度，但其实它只有一小段，而且设有一个平缓的迂回道，让新手可以绕过去，所以不用太担心。整体的平均坡度只有7度，相当的平，很适合新手。大多时间都可以像我这样打直板悠闲的滑过去，而且搭一趟缆车就可以滑3点多公里，练习的效率非常高。另一个我们练习的雪道是 A1 雪道，这条长度约1公里，平均坡度只有10度，雪道比刚刚的E1宽很多。不过它的雪道末段坡度有18度，对新手来说可能会有点偏陡。还好长度不长，也是一个很好练习适应陡坡的滑道。再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春天滑雪的好处。首先就是通常天气会很好，晴天几率很高之下，就有机会看到不错的风景。此外，气温较高之下，就不用穿很厚重的雪衣了。你看这里，甚至有人只穿了短袖在滑。我的话也只搭了一件 Gore-Tex 的防水壳在外面。轻装之下，整个滑雪的行程会变得很轻便。讲到雪质的话，我觉得春天的雪质也是蛮适合新手的。冬天的雪有时候会变成冰面，会变得太滑不好刹车，摔了也会痛。但春天的雪就湿湿黏黏软软的，你的雪板会有被黏住，然后滑不快的感觉。我觉得也是蛮适合新手来练习控制速度以及建立信心，而且摔了也不会痛。再来是价格的部分也便宜许多，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旺季，所以住宿啊、雪票等等的价格都会比较便宜。在旺季时常常要排队上缆车的一个情形。但缺点是，如果你想要找教练的话，可能这时候已经找不到什么教练了。所以如果你没有找教练的需求，也不追求下着雪那样的浪漫美景化，不妨在樱花季时来一趟不一样的春天滑雪之旅。最后我们看一下滑雪行费用的部分。小资族的话，5天游行程中滑3天雪大概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以影片一开始介绍的猪苗代滑雪场搭配包栋小木屋为例来试算，机票选择直飞福岛的虎航，来回大概12000台币。租一台车4个人分，每个人大概3400台币。住包栋小木屋4天的话，每人约4100台币。雪场缆车券不用钱，然后租雪具、雪衣、雪裤3天大概需要4400台币。教练费用的部分，选择在滑雪3天的上午都上90分钟的教练课，下午就自己练习，这样教练费大概是3700台币。最后加上5天内的吃吃喝喝约4000台币，总计费用约会落在32000上下。我随便找一家旅行社的滑雪团来比较，5日团的团费大概在6万元上下。自己规划的小资方案比旅行社便宜快了3万台币。当然，旅行社的时数应该会比较好，教练课可能也是上到饱，也不用自己打理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我的小资族方案就供大家参考参考咯。这一次的滑雪行影片就介绍到这，觉得有用的话帮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之后还会有福岛冬至旅行的其他影片，还有东北3大名所赏樱的全攻略。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订阅节省过生活，一起节省旅行去。我们下次见啦，拜拜。